All aboard！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火山社，我是小史，欢迎收看我们全新一期火山鬼话。今天的主题依然是一期留学怪谈，讲述我自己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北美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。但是这期鬼话，我们既不聊那些都市传说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鬼故事，我们来聊聊那些比鬼神还可怕的真人真事。我的大学生认识了不少有趣的人。其中就有一位女生，是一个很洋气的姑娘，名字也非常的优雅。但是为了照顾个人隐私我们今天就给她取个匿名，叫她小王吧。今天的这个比鬼神还恐怖的故事，就来源于她的真实经历。这个小王吧是一个形象气质很好的女孩，性格落落大方，很好相处，因此也交了不少的朋友。当然了，这些朋友里面有很多都对她心生爱慕，像日常收到一些嘘寒问暖呀，或者一些暧昧的短信对她来说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。很多情况下这个小王吧也是见怪不怪了，直接礼貌回复或者干脆忽视。直到她大概大2还是大3的那段时间，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追求者发来的短信。起初小王吧自是不以为意，但那个神秘人得体的谈吐以及恰到好处的关心，再加上那一丝的神秘感，让小王吧对这个神秘人升起了一丝兴趣。于是小王吧开始四处打听，看看是不是我们身边的哪位朋友。可问了一圈根本没有找到关于这个神秘人的半点消息。这个人并不是我们任何人的朋友，和他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半点的交集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小王吧也习惯了这样一个人的存在，逐渐也开始跟他分享一些日常心情穿搭之类的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拉长，之前那种朦胧的浪漫和神秘感也渐渐的变了味道。那个神秘的来信者言语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礼貌得体，转而变得有些露骨和猥琐，经常会不经意间说出一些远远超过黄段子程度的话语，这让小王吧一下子感觉不是很舒服。但出于之前累积的好感，小王吧还是好言相劝了一下，希望他不要再说那些奇怪的话。可没成想这个人开始变得变本加厉，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一直发来很多污秽不堪的自拍照片。这一下小王吧是彻底被吓坏了，直接删除加拉黑了这个人的好友。之后的一段时间小王吧照常生活学习，不久就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生开始交往。可没成想就在他和他的新男友一起开始生活之后的一段时间，他又开始收到陌生短信，而且是一个新的号码。那个号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来谩骂的短信，婊子、娼妇之类的污言秽语是不绝于耳。总的来说就是怎么难听怎么来。但是又过了一阵子，这个神秘人会突然的向他道歉，向他疯狂的表达爱意，说什么必须要和他在一起，不然就去死之类的非常变态的话。小王吧感到既愤怒又害怕，他决定不予理睬，直接忽视。可是这个神秘人却好像不打算放过他一样，换了一个又一个号码，不停地骚扰着他的生活。有的时候是白天，有的时候是半夜。最恐怖的是，有一天小王吧在市区逛街喝咖啡的时候，收到了一条短信。这条短信依旧是一个新的号码，短信的内容是一张照片和一段话。照片是一个身穿红裙的女生坐在阳光下的街边，美丽、自信、大方。而底下的一段话是：你真是越来越性感。小王吧当场被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照片中的主角正是此时此刻的自己。所有信息都显示，那个瞬间有一双眼睛正在暗中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偷拍他，跟踪他。小王吧望向照片拍来的角度可惜那边人来人往，根本找不到拍摄者的半点踪影。然而更让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学校的瞬间，他的汽车、他的公寓楼，甚至他的门牌号都被拍成了照片，用不同的号码发给了他。而这些匿名的短信时而夹杂着谩骂，时而表达着爱意。这种近乎变态的爱意几乎要把小王吧给压垮。随后他就选择了报警。然而人在海外，很多事情终归是很无力的。当地的警察根本就不想管我们这些外国人，觉得没有产生人员伤亡或者损失就毫不在意。很快报警的希望就这样石沉大海。后来小王吧甚至是想办法请了所谓的私家侦探，花费了重金，却依旧没有找到关于那个神秘人的半点线索。只知道那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号码，是因为那些都是虚拟号码，并不是实名制。简单理解就是那些境外集团的诈骗工具根本无从查起。往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小王吧根本无法正常的生活和上课，只能终日躲在朋友家里生活。再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见过了。直到前段时间，小王吧召集了我们所有知道他遭遇的人。他说他好像发现了一些事情。他接下来跟我们说的这些事情，才是他整个故事真正的高潮。
小王八2、3年前回国之后，生活呀慢慢变得正常，之前的骚扰和离奇的遭遇也算是告一段落了。3月份上海的天气异常的舒适，每次一到周末，只要有太阳，他就喜欢去热闹的地方坐一坐。一天周六他跑到安福路凑热闹，他喝着咖啡正在打发时间，突然又收到了一条短信。他没有多想点开一看，竟发现又是一张照片，而且又是一张他自己的照片。一时间他被吓坏了。过去几年的恐惧全部被勾了回来。小王八抬头望去只见附近全都是妖魔鬼怪和长枪短炮，根本无法找到半点偷拍他人的线索。底下还写了很多有的没的话，大多都是一些嘘寒问暖之类的。他立马意识到，这个人就是他大学时期一直盯着他的那个神秘人。因为人的很多习惯，尤其是用词习惯是没有办法修改，例如很多语气用词妈，或者是用哇结尾等等等等，甚至一些标点符号，所有的细节都跟过去挂钩了起来。他当即被吓得就离开了那里。往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感到不安，但是生活还得继续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北美留学生交友会，期间他认识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，他们聊得非常投缘，因为他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之类的高度一致。那个男生总是能聊到他感兴趣的话题，也总是能把他逗得花枝乱颤。慢慢的水到渠成，他们也交换了联络方式，是对方的微信。回到家之后小王八点开了那个人的朋友圈，想多多了解一下。可他发现这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圈，难得的几条也特别的敷衍，很像是刻意为了发而发的。也就是说，明显一看这个微信号就是一个小号。小王八瞬间就觉得很不开心，自己八成是碰到渣男，被当成了备胎吧。可就在小王八退出那个男人的朋友圈的瞬间，他发现这个男人的微信号有那么一点点眼熟，是一个手机号。小王八顿时心头一紧，于是就翻开了自己手机电话的黑名单。他发现这个号码正是前2天给他发来彩信的那个号码。